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我們現在正在學習 HSK 考前輔導課程。我們現在呢，在準備的是4級考試。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4級。那在考試的時候，可以讓大家得到更高的分數。希望大家和我們一起來學習。那現在呢，我們是在進行聽力部分的第1個部分，就是判斷對錯題。那前邊我們已經跟大家說過了啊，我們要去先看句子，先要去看句子，然後再來听。那我們也證明了這個方法是非常有用的。我們也給大家介紹了你如果要先看句子，要去看什麼？我們介紹了要看了、過、不、沒等等，我們也介紹了應該要看 complement。那下面呢，我們要繼續來看一下還有什麼詞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好，我們看一下，在很多的句子裡邊，你可以看到 adjective 看到形容詞。那麼我要告訴大家，在句子裡邊，如果看到了形容詞，看到了 adjective， 你要注意它是很還是不是很還是不，是熱鬧還是安靜，是仔細還是粗心，是少還是多那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一個問題，就是你要注意是還是不是，那還要注意的是多還是少，就是這個 opposite 的 meaning 你要注意一下。可能你看到的是少，可能你听到的是多，那這樣的句子大家要小心一點所以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如果這個句子裡面有 adjective， 我們應該注意什麼？我們先看第一個，他說這個咖啡館很熱鬧很熱鬧還是不熱鬧？讓我們來聽一下。10，這個咖啡館雖然不大，有些破舊，但是很安靜。偶爾和朋友過來坐坐，聽聽音樂，喝一杯咖啡，感覺很好。這個咖啡館很熱鬧。好的。那麼大家聽到了句子以後我們可以知道答案是什麼呢？我希望同學們都可以做對，因為在這個很多句子裡面有一個句子非常非常有用，那就是很安靜。很安靜，那安靜的意思是不熱鬧，所以呢，答案就是錯的。這個句子是錯的。那你們做對了嗎？所以如果你先看一下，你可能很容易找到答案了因為這個句子這個裡邊有好幾個句子那麼哪一句是最重要的？很安靜是最重要的。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第2個，做計劃當然要很仔細。做計劃當然要很仔細，那要很仔細嗎？還是不用很仔細呢？我們大家要注意聽一下。3，不管做什麼事情，提前做計劃總是好的。每一步應該做什麼，怎麼做，不用安排得特別詳細，但必須有一個大概的想法。做計劃當然要很詳細。好，那麼大家聽到了要很詳細還是不用很詳細呢？大家想一想那麼他說了不用安排的很詳細，有一個大概的計劃就可以，所以這個句子也是錯的也是錯的。好，那现在我們來看第3個，他說海洋裡的植物很少。海洋裡的植物很少，
所以你在聽的時候要注意，是真的很少還是很多呢？你要注意聽了。7. 和森林一樣，在海洋裡也生長着很多種植物，它們與海洋裡的动物共同組成了一個美麗的海底世界。海洋裡的植物很少。好的，那大家聽到了你要的信息嗎？他們說海洋和森林一樣，海洋裡也生長着很多植物，那意思是少嗎？不少，所以這個句子也是錯的。那麼大家可以知道，在這樣的3個句子裡邊都是 adjective 的時候呢，那你要去注意它是多還是少，是真的很热鬧還是不热鬧。所以呢，這樣的句子大家要去關心的是這個 adjective 那麼大家聽的時候也會發現，其實他說了很多句子，但是在很多句子裡面有一句是可以告訴我們信息，那大家只要認真的聽那一句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先看了，你就知道應該要去听什麼。如果你不看的话，那你每一句都要認真的去聽，而且還有可能聽錯，或者是聽不懂。那或者是因為你非常注意去聽第一句，那可能到第2句的時候你沒有聽清楚，反而答案是第2句，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問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要看句子。好的，那我們繼續看一下，在句子裡邊subject 和 object 也很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有的時候有的句子你要注意subject 是什麼。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句子，他說呢，年輕人喜歡早上鍛鍊身體。年輕人喜歡早上鍛鍊身體。那麼有可能這個句子裡邊你要注意的是，有可能是有2個，一個是年輕人喜歡嗎？第2個是年輕人喜歡早上鍛鍊嗎？所以你要注意的是，第一個是不是年輕人，第2個是不是早上。那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句子以後，我們就要去注意聽了，是早上嗎？是年輕人嗎？我們去聽一下。7. 只要注意一下，你會發現，早上的公園裡、街道上，早起鍛鍊的人中，老年人很多，而年輕人很少。年輕人喜歡早上鍛鍊身體。好的，那在你聽的時候，你發現了有早上這個詞，那一定是早上，沒有問題了。那麼是年輕人嗎？你去往後聽，你聽到了老人很多，而年輕人很少。那很少的意思是什麼呀？年輕人喜歡早上鍛鍊嗎？他們不喜歡。那當然，所以這個句子是錯的。所以大家在看到這個句子的時候，你知道了應該聽什麼，那你在聽的時候就可以很快發現答案了。好，那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第2個，他叔叔是醫生。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注意，他叔叔是醫生嗎？是醫生還是不是醫生？是醫生還是別的？比如說是護士嗎？等等。那麼這個句子你在看到的時候，你就應該知道，你最重要的要去听這個醫生的部分，是還是不是？那是醫生還是別的？所以這個要注意聽一下。我們現在呢，一起來聽一下這個部分。
7. 別擔心，我叔叔是律師，這個問題他應該可以提供一些比較專業的意見，我幫你問問，有消息我就告訴你。他叔叔是醫生。好的，那我們聽到了非常多的句子，有的句子還很長，但是最有用的句子只有一句。別擔心，我叔叔是律師。律師是什麼？同學們知道嗎？那律師是醫生嗎？當然，律師不是醫生，律師呢，他是 lawyer。那醫生，所以叔叔是律師，那他當然不能是醫生，不可能是醫生，所以這個句子也是錯的。那同學們，你們做對了嗎？但是我要在這裡提醒大家，那醫生呢，還有一個詞意思跟他一樣，那就是大夫。所以大家在看到他叔叔是医生的時候，也要注意听。如果他說的是他叔叔是大夫，那這個句子就是對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看到了這樣的詞，也要小心有沒有意思差不多的詞在裡邊啊。那這個是我們的 subject 和 object。所以如果這個句子裡邊有subject 比較特別，那你要去注意，或者是 object 你也要去注意。所以不一樣的句子你要去注意不一樣的部分。所以呢，大家要一起來看一下，来學習一下，而且你要去做一些 HSK 4級考試的練習。那在練習的時候，你會有越來越多的經驗 experience， 它可以告訴你在看句子的時候哪個部分最重要。那老師告訴你的，也希望你能夠多多去練習一下。好的，那現在我們繼續看一下還有什麼詞是特別重要的。那一個是時間 time， 就像剛才我們說的是早上嗎？時間是很重要的。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還有一個是地方，就是地點，就是 place， 是在哪兒，這個也很重要。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时间，他說呢，王老師現在是教授了。那現在是教授了，還是說他下個月可能會成為教授，還是說他2年以前已經是教授了？那麼這個也是一個問題。你看到了現在，那你就應該去注意，他現在真的是教授了嗎？那大家要注意，已經是了，意思是王老師可能上個月還不是，但是現在是了。那這樣的詞你一定要注意一下。那現在我們來聽一下，王老師現在是教授了嗎？7. 王老師，你太厲害了，剛來這兒工作3年就當了教授，這次你一定得請客呀。王老師現在是教授了。好的，那聽完了以後，我相信大家已經有答案了。那我也希望大家的答案都是对的。那當了教授所以他現在是教授了。那這次要請我們吃飯，所以是這次他當了教授。那麼這個句子是對的。好，那這個是時間。所以如果以後大家在做題的時候看到了這個句子裡邊有時間，那你就要去注意這個時間是不是對的。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他在理髮店。他在理髮店。在 HSK 4級聽力考試裡邊，第一個部分和第二個部分還有第3個部分都有可能會問時間，問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呢認真的去學習關於時間、關於地方的不一樣的詞彙。那麼我們說了這個理髮店，那在理髮店裡邊，你常常會聽到什麼樣的詞呢？剪頭髮或者理髮啊，短一點兒，或者是這個髮型怎麼樣等等。那如果你聽到了這樣的詞，那說明它是在理髮店。如果你沒有聽到這樣的詞，那這個句子就是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在 HSK 4級聽力考試裡邊有一些關於地點的詞，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學習。比如說，如果你看到了學校，你要去想在學校裡邊人們常常說什麼，你聽到什麼樣的詞，意思是他們在學校，他們在醫院，他們在飛機場，他們在出租車裡邊，他們在超市，在商場等等。大家一定要去學習關於這樣的知識啊，這樣的 knowledge， 就是在這個地方人們會說什麼。那聽到這樣的詞彙，這樣的句子，他們很有可能是在哪裡。所以這個是在 HSK 4級準備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希望大家呢能夠認真的去學習一下。好的，那現在我們來聽一下第二個，它到底是不是在理髮店呢？我們來聽一下。9，你好，我想理個髮，稍微短一點就可以。一會兒我還有些事要辦，所以麻煩你快一點。他在理髮店。好的，那麼同學們聽到了最重要的信息，所以這個句子是怎麼樣的？對，這個句子是對的，因為你聽到了我想理個髮，短一點就行。那後邊的重要嗎？後邊的不重要了，你已經聽到了理個髮，還有就是短一點就行。那這裡可能會有大家會覺得有點奇怪啊，因為有一個詞叫做理，他說我們學習的是理髮，為什麼這裡有理個髮？那在漢語裡面，我們大家知道呢，有一些詞它的是一個 verb object 的 structure， 它的中間可以加一個詞，比如說幫忙，幫個忙啊，比如說見面，見個面啊等等。我跟他見了一面，那這樣的詞如果是可以分開的，裡邊可以加了加個，那這樣的詞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為很多同學在去記詞的時候呢，他們就記，比如說見面見面見面，見面是 meet， 然後呢他就只是記住了這個詞和這個意思是什麼。但是其實見面這個詞和英語裡的 meet 用法不是一樣的。那我們要說我跟朋友見面啊，或者是說我們明天見個面吧。那這樣的句子你在聽到的時候，你能夠聽懂嗎？這個其實在 HSK 4級考試裡邊會有這樣的句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有一些詞可能在中間有別的詞，或者是它的用法有點特別，那麼這樣的詞是大家需要小心和注意的。我也希望大家在做听力考試的時候，不要因為你覺得這個詞中間有一個個，所以就沒有聽懂，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好的，那這個是時間和地點，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句子裡面看到了時間，看到了地方，你一定要去注意這個時間和地方是不是对的。好的，這個是我們的 keywords。那麼我們剛才說過了我們的這個聽力考試的第一部分，你在聽的時候呢，你可以聽到3到6個句子。那我們也說了，3到6個句子裡邊，可能只有1個或者只有2個句子是有用的。其他的部分其實沒有用，
所以這個時候要求我們要去聽的是 key sentence， 最重要的句子，我們說關鍵句。那麼最重要的句子是什麼呢？是因為我們要先看一看這個句子，它可以告訴我們最重要的句子是什麼。第一個句子是今天天氣不錯。那麼今天天氣好還是不好，就是我們要去听的重要的內容。那我們要去听在句子裡邊有沒有一個跟天氣有關係的句子呢？我們要去找那個 key sentence， 只有這個句子可以告訴我們這個是對的還是錯的。那我們現在一起來聽一下。現在開始第一題。一，喂，我們去樹林裡走走吧。今天的陽光多好啊，很暖和。好吧，圖書館門口見。今天天氣不錯。那天氣好還是不好呢？我們聽到了陽光多好啊，很暖和。那麼陽光很好，很暖和，這是好呢還是不好呢？好的，我相信大家已經有答案了。那這個題目是對的。好的，那現在呢，我們要來看一下第二個，他要聯繫黃大夫。他要聯繫黃大夫，是要聯繫黃大夫嗎？那我們也要來聽一下 key sentence 是什麼。我們會聽到很多的句子，但是只有一個或者兩個句子對我們來說是有用的，所以我們要去認真去聽那兩個句子就可以了。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4，麻煩你幫我查一下黃大夫的手機號碼，我有事情要找他，但是我現在沒有他的電話號碼。他要聯繫黃大夫。好的，那答案是對呢還是錯呢？我相信同學們已經聽到了最重要的句子。我現在有急事找他，但是我沒有他的電話號碼，所以他是要聯繫黃大夫。那這裡面要注意的是，我有事兒找他，這個找他不一定是我去他的家或者去他的辦公室去找他，也有可能是用電話來找他啊，這個也是對的，也是一種找他。那如果大家听明白了，大家會知道關鍵的句子，最重要的句子只有2個或者1個。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2個句子都是對的。那第一個句子裡邊，我們可以聽到陽光多好啊，很暖和。那麼這個我們就可以知道天氣不錯。那第二個，我要知道黃大夫的手機號碼，我要找他，那就是我要聯繫黃大夫。那麼現在你知道了，在聽力的第一部分，我們可以聽到3到6個句子，但是只有1個或者2個句子是最重要的。那麼如果你在聽的時候，有的句子沒有聽明白，請大家一定不要緊張，不要着急，你聽明白別的部分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就是我怎麼知道哪一個句子更重要呢？你就要先去看一看這個句子是什麼，一定要先看，不要一邊聽一邊看，那個效果非常不好。那先看一下，你才知道你應該要去听什麼。那這個我們也可以發現啊，這個方法呢，確實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用的。好，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key sentence。我們到現在呢，已經給大家介紹了幾種要在聽的時候注意的方面啊。我們介紹了 adjective， 介紹了這個 object 或者是 subject 等等。那大家在看句子的時候，在聽句子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了。
那如果你用老師的辦法，我相信效果一定會非常好。那麼我也希望大家在下課以後呢，多多的練習。那你會發現，練習之後，你的這個成績一定會更好。好的，那現在呢，我們來休息一下，然後我們來看在聽力考試的時候，第一部分你會聽到什麼樣的句子？我們一會兒再見。好的，休息一下吧。